因为拒绝继续帮小舅子还赌债，我和爸妈被他杀死在家中。妻子王芷回来时，我爸一息尚存，他眼睁睁看着人死去，才让他弟报警自首。后来更是作为被害者家属，为凶手出具了谅解书，表示原谅他的行为，愿意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第一次跟王芷去见他父母那天，面对他们全家的冷脸和冷锅冷灶，王芷一脸理所当然：“你都要抢走他们的宝贝女儿了，还想他们给好脸，给你做饭？”我转身就走，既然如此，就分手吧，我就不夺人所爱了。我们家没人会做饭，想吃自己买菜自己做。逼仄的客厅里，男女老少坐着10来个人，个个都冷着脸，仿佛我欠了他们每人10万8千。说话的是王芷的父亲，他翘着2郎腿，稳坐沙发上，摆弄着手串，正眼都不看我，只漫不经心地说了这么一句。我开了3个小时的车，手上拎满精心准备的礼物进门，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场景。我僵在原地。前世，我是因为实在没见过这样的待客之道，愣住了。这次是因为我发现自己重生了，身上还残存着刀砍在身上的疼痛，心里是对王家人滔天的恨意。杀人凶手不在，在座的除了王芷的父母，就是那帮亲戚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是白眼狼。他们靠吸我的血买车买房，衣食无忧，却在我和父母出事后联名为凶手求情，污蔑我长期家暴王芷。王许忍无可忍，才为自己的姐姐出头。我盯着这一屋子人，有那么一瞬间，真想和他们同归于尽。把东西放下，我带你去超市。王芷似是很满意自己亲人的行为，笑着拍了下我。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反应，王芷敛起笑容，撒娇：“生气了？你都要抢走他们的宝贝女儿了，还想他们给好脸，给你做饭？你要是计较这个小心，他们不让我嫁给你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道痞里痞气的男声：“那正好，嫁给我吧。”是韩凯，王芷的男闺蜜，也是他前世的2婚对象。我死后不到1个月，他们就在一起了。哎呀，小凯来了，快进来，我这有好烟好茶给你留着呢。王芷爸爸听到声音，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热情的招呼。其他人仿佛也活了过来，脸上带着笑容，和对待我时的模样简直天壤之别。王芷娇嗔地瞪了韩凯一眼，挽住我的胳膊：“瞎说什么呢你？我们好着呢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”韩凯嬉皮笑脸，他们在这边调笑，王父在那边喊：“小芷，你过来帮小凯沏茶，让那个讲什么的自己去买菜。”爸，他不认路。王芷回了一句：“不认路总长嘴了吧？不会问啊？搞不懂你为什么放着小凯不要，喜欢这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小白脸，有你后悔的。”王父大声嚷嚷着，生怕我听不出他的嫌弃。我努力平复下心情，挣脱开王芷攀着我胳膊的手，神情落寞地道：“看来你的家人对我很不满意，既然如此，分手吧。你继续做伯父伯母的宝贝女儿，我就不夺人所爱了。”王芷显然懵了：“蒋承泽，你什么意思？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，所以我们就别勉强在一起了。”说完，我看向王父：“伯父，祝您早日找到满意的女婿。”然后在一屋子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中，转身就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出了门。走到老旧的电梯口，我听到王芷带着哭腔的声音：“你们太过分了，连个菜都不买，还乱说话。”他爸回怼：“还不是你说让给个下马威，方便你以后拿捏他，现在全都怪。”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好像被人堵住了嘴。呵呵，前世的我真是傻透了，为了所谓的爱情忍受了这般屈辱，不仅自己一个人买菜做饭，吃饭时还要被这一群垃圾各种挑剔，结果我的委曲求全换来的是蹬鼻子上脸，最终落了个连累全家惨死的下场。这次我不奉陪了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这个血包，王家人会过成什么样子。还有2个月，王许的第一批债主就会登门了，钱不多，几10万而已，但对于他们这个普通到称得上贫穷的家庭来说，也需要倾家荡产来还了。毕竟唯一有正经工作的王芷也才大学毕业不久，拿着每月几千块钱的工资，就是不知道韩凯是袖手旁观还是出手相助。王芷追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车子直接从他眼前驶过，看着后视镜里的他，我的心中只有憎恨与厌恶。又开了3个小时的车回家，我刚进门，爸妈就担忧的上前：“怎么回事？小芷打电话说家里人跟你开了个玩笑，结果你当真了，做都没做就走了，还跟他说分手。”我气笑了，还好我和爸妈沟通一向顺畅，他们从来不对外人的话偏听偏信，否则遇到糊涂家长我就得被压着去道歉了。我将前世今生发生的事细细地告诉了爸妈，包括那场惨烈的杀戮，以及王芷和王家人后续的操作。看着他们发红的眼睛和颤抖的身体，我很心疼。但我不得不说，他们聪明理智，但也容易心软。前世就是因为我们的一再心软，让王家人得寸进尺。今生我不想他们再浪费半点善良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平静下来后，妈妈环视着这栋我们刚入住1年的别墅：“把这里卖了吧，
这个前世的案发现场确实不适合继续住下去，现在卖了也正好方便我的计划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联系中介挂出去。我点头，然后继续道：爸妈，从明天起你们就好好出去玩一段时间，然后去 S 市住。那边我们在市中心有一套大平层，王芷的电话可以接，但要装穷，甚至向他借钱，让他知道你们是因为投资暴雷、负债累累而跑路的。没问题，演戏我在行。我爸妈没有多问，而是一拍大腿，兴致勃勃地答应。前世有一次，王芷喝醉说了真心话，他其实更喜欢韩凯，但因为我的家世好太多，所以忍痛选了我。这次我要他心无旁骛地选择他的正确选项，然后看他们一起在火坑里挣扎。第二天我照常去自己那刚创业半年，总共才8个人的小公司上班。王许冲进来的时候，我刚开完会。姓蒋的你！我咬咬牙，努力克制扑过去亲手杀死他的冲动，拿出一把车钥匙扔过去。你要的那辆摩托车到了。他一把接住，脸上的愤怒瞬间转为谄媚。谢谢哥。接着凑到我跟前，虽然我收了你这么大的礼，但还是要说一下，哥你昨天有点过了，家里人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就闹分手。我姐哭得差点晕过去，你还是早点去哄哄她，好好道个歉吧，不然我的公司可能开不下去了。我打断他的话，他瞬间闭嘴，有些怀疑地打量我。我苦笑，你知道这间公司现在没什么业务，纯烧钱，全靠我爸妈出资撑着。前段时间他们的投资暴雷，这些年的积蓄全打了水漂不说，关键那里面还有亲戚朋友的钱。那些人已经找我们闹了好几场，不得已我爸妈昨天都把房子挂出去卖了，即使这样也堵不上窟窿。我给他看网上的卖房信息，他下意识握紧手中的车钥匙。我摆摆手，这车你安心就收着就是了，说送你我就不会反悔，反正多那10几万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本来这些事我不想让你们，尤其是你姐知道，怕她担心，也怕她离开我。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能撑过去，一定能给你姐更好的生活。那你为什么要说分手？王许不解。因为我看到了韩凯，他一直是喜欢你姐的，这你是知道的吧？他沉默，然后点头。但有件事你一定不知道。什么？韩凯家要拆迁了。这个消息本在小范围内传播，半个月后才正式下了通知，而且速战速决，2个月内拆迁户们就拿到了钱。前世在我家的衬托下，韩凯的拆迁款不值一提。现在同样在我的衬托下，韩凯一跃成为王芷的最佳择偶对象。关键是钱与爱合一了，相信王芷的家人也会尽力撮合他们。这不，王许的眼睛顿时亮了。我假装没看到，继续表演。再加上看到伯父伯母和那些亲戚都那么疼你姐，我觉得自己不能那么自私，在负债缠身、前途未卜的时候还拉着他不放。如果你姐和韩凯在一起，一定比和我在一起幸福。我不该拖累他，所以我不是真生你家人的气，只是想顺势和你姐分开，让她去过更好的生活。王许走的时候带着点感动，带着点庆幸，更多的是礼物寄出概不退还的坚决。而我很开心他的坚决。前世他就是开着这辆摩托车摔下盘山路，身体多处骨折不说，脑部也受伤严重。是我带着人搜寻一夜找到他，又为他找来最好的医生，因为救治及时，他没落下后遗症。只是不知今生他会不会还那么幸运。打发走王许已经到了下班时间，我刚收拾东西，王芷的闺蜜就发来语音，蒋承泽你胆肥了呀，第一次见岳父岳母就敢甩脸子走人，还跟王芷说分手，可把你能的，你把他心都伤透了，你知道吗？老规矩，晚上带着鲜花和礼物来引力酒吧道歉，具体时间等我通知。不过鉴于这次是你提的分手，我们几个姐妹哄人要费些力气，花销要大些。之后那边便再也没发来任何消息，丝毫不担心我会不按照他说的去做，只是这次他们要为自己的惯性思维买单了。交往2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向王芷提分手，但他提分手的次数没有10次也有8次了，每次稍微有意见不合的地方，他就脱口出那2个字。前几次我非常紧张，拜托她的闺蜜们帮忙劝和，并为她们期间所有的消费买单。后来那群人尝到甜头，有时还会故意挑唆着王芷找茬说分手，然后他们便一起去吃喝玩乐，消费也从一开始的几千块升级到大几万，纯纯拿我当冤大头。还喜欢王芷时，我可以纵容他们的小心思，但现在嘛，呵呵。凌晨3点，我的电话被打爆，微信也炸了，全都是来自王芷的闺蜜们。我饶有兴味地看着手机闪个不停，不接不看，直到半个小时后，那边才消停下来。看来是死心了，但我知道还没完。我穿着皱巴巴的衣服，胡子拉碴的刚出现在办公楼门口，就被几个女生拦住了，是王芷和她的闺蜜们。看她们的衣着和妆容，显然是从夜店直接杀过来的。
昨天发消息，那位愤怒的将账单甩在我身上，蒋承泽还钱，你可真没良心！我们好不容易把小芷哄好了，结果你连面都不露，电话都不接，这次你自己哄吧，我们管不了了。你把昨晚的账给我结了。我拿着账单看了眼，好家伙，超过10万了，真是下了狠手。你们消费为什么要我买单？昨晚说好的，我们帮你哄好小芷，你负责买单。我说了吗？证据呢？他一夜接着撒泼，以前都是这样，这是惯例，你别想赖账。我拿出手机，既然谈不拢，我们报警吧。冷眼旁观的王芷终于开口了，蒋承泽，你把钱给付了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否则的话，咱们今天就分手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那就分手吧。他气得发抖，死死盯着我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接听，一开始还算礼貌，阿姨，您好，我是小芷，但很快就黑了脸，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手里也没钱了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工资才几千块，每个月都是月光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还有事，先挂了。挂断电话，他摇摇手机，讥诮地问我，蒋承泽，你知道是谁给我打电话吗？你妈妈，她居然朝我借钱，难怪你连10几万都拿不出来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刚才我摆弄手机就是给妈妈发信息，让她向王芷借钱。我抿紧嘴，窘迫地拽了拽衣服。他轻蔑地上下打量着我，亏得小许告诉我你负债缠身时，我还想着和你共患难。行，分手，记住，是我王芷先甩的你。说完，他潇洒转身离开。哼，共患难就是一晚上吃喝玩乐花上10几万，然后让我买单。不过是不信我家真的破产罢了。现在看来是信了。我将手中的账单还给王芷的闺蜜们，我没吃没喝，也没承诺买单。就算到了警局，也不会判定我付款。你们还是找他解决问题吧。我指指走远了的人，几个人面面相觑后，拔腿追了上去。别想，最贵的那酒我就喝了一口。我说别点那么贵的酒，结果你们不听。那是王芷点的。说实话，王芷，我们是为你组的局，这钱得你付。凭什么？男模还是你们点的呢，那酒也是你们撺掇的，我可就喝了一杯，没了我花钱滋养。他们的友情瞬间转为塑料，竟然当街撕扯起来。我远远看着热闹，突然间我想起一件事，连忙跑到衣冠不整装都花了的王芷跟前，双手合十，王芷，我现在的情况，你能不能先别告诉你们老总？我怕他退股，拜托了。他抬起带着抓痕的脸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，好啊，谢谢。那你们继续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说完，我迅速撤离。蒋承泽，你个王八蛋！王芷在身后河东狮吼的破了音，显然气得不轻。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现在我只要等人上门就好了。我施施然到了办公室，员工们一脸错愕。老板，你是在玩 cosplay 吗？对 ，cos 公司在破产边缘的老板。一会儿来人，你们要配合我的人设，知道吗？王芷带着那位老总出现时，公司里从上到下一片凝重，人人战战兢兢。我刚创业的时候，王芷的老总投了几十万进来，占了30%的股份，成了除我之外最大的股东。那时候的我虽然不缺钱，但这笔投资无疑给了我很大鼓舞。可是，在公司飞速发展起来时，他却开始处处掣肘我，导致我的一半精力用在和他内斗上，让公司在业务上平白错失很多机会。此时，我心虚的恳求眼前的男人，哥，咱们公司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的，你相信我。你看咱们的账虽然还没开始盈利，但一切是向好的。小芷，你帮我和李总求求情。王芷冷笑，蒋承泽，就算咱们还在一起，我都不可能帮你坑骗李总，更何况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别和我废话，钱最晚明天下午3点打给我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没时间和你个有今天没明天的小破公司浪费精力。李总横眉立目，不复往日的和善。我诚惶诚恐地应下来。第二天，我卡着最后时限将钱打过去，眼见着办好股份转让手续，我哭丧着脸，心里一阵轻松。从今以后，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发展自己的公司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去王芷公司附近办事，看到了韩凯向她表白的现场。小芷，我喜欢你，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？王芷扭捏的抿嘴，笑着看天望地，左顾右盼，就是不接对到眼前的那一大束玫瑰。看来有一会儿了。旁边有气氛组喊得脸红脖子粗，答应他答应他，其中就王许的声音最大。王芷一记眼刀过去，不经意间和我视线对上，他脸色一沉，立即别开头，然后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矜持地点了下头，接过了话。行吧，合着等着我呢。这是韩凯欣喜若狂地抱着王芷转圈。一片热闹中，我默默离开，心中4个字在盘旋：祝福锁死，祝福吸血鬼找到新的血包。前世我第一次帮王许还赌债，王家人还会觉得不好意思。
后来便理所当然起来。债主登门，他们直接打发来找我。王许说：“姐夫，你就再帮我这一次，我发誓以后一定不赌了。”王只说：“我们有钱，难道还要眼睁睁看着我弟弟被人打死？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也不活了。”王家父母说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何必斤斤计较？你又不差这点钱，现在这些要换人承受了。不过为了将韩凯和王芷锁死，我还是要做点什么，毕竟债主要登门了。韩凯还只是男朋友，怎么行？”很快，韩凯住的出租屋旁来了新的邻居，一个年轻漂亮又笨手笨脚的女孩。她会带着小蛋糕拜访邻居，请多关照，也会在丢垃圾时不小心把自己锁在家门外，更会在自己小狗生病时痛哭流涕，不知所措。她不会换厨房坏掉的灯管，也不会修突然跑水的水龙头。不过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她都会第一时间求助自己的好邻居，然后扑闪着明亮的大眼睛，崇拜地看着对方：“哥哥，幸好有你，你好厉害。”至于我为什么知道，因为那是我找的群演，专为王芷演的一出戏。眼看着韩凯要迷糊，王芷当机立断和他领了证，至此两人锁死。王许的债主找上门后的第3天，私家侦探给我发来王芷和她婆婆吵架的视频。你个搅家精，居然挑唆韩凯偷拿我的棺材本替你弟弟，还赌债你把钱还我。什么你的钱？那是韩凯的钱，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这些年韩凯没给过我1分钱，那都是我辛苦攒的。你们自己的钱想怎么花我管不着，但不能乱花我的钱，更何况还是还赌债，那有头吗？你们早晚败家。王芷眉毛立了起来，你再说一句试试。我弟弟只是一次误入歧途，他说了以后再也不赌了，赌鬼的话居然还有人信。这句话触动了王芷的神经，他上手就打。老太太也不示弱，一记耳光扇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韩凯跑了过来，他一把将自己的母亲推倒在地，然后揽过王芷检查她有没有受伤，确定没事后才嫌恶地训斥老人：“你怎么追这来了？再过个10来天拆迁款就到了，你还计较这点钱？”老太太坐在地上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儿子。韩凯根本没有扶他的意思，赶紧回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说完，他搂着王芷离开。视频里，王芷悄悄回头朝老太太笑了下，老太太气得哆嗦，眼泪汹涌而下，对着他们的背影喊：“那钱我是要拿去看病的。”远去的两人充耳不闻，连头都没回一下。私家侦探走过去，扶起他在一旁的长椅上坐下。老太太擦着眼泪道谢：“我以为家里日子终于要好起来了，结果来了个讨债鬼。赌博怎么可能戒哟？我这是做了什么孽？这种情况下，您还是要多为自己打算些。”私家侦探提醒：“我是该为自己打算了。这个儿子眼里已经没有我这个妈了。”他像是下了某种决心。这样也好，我也不想要他了。以前总想着到底是自己的儿子，无论如何也会为我养老送终。现在看啊，那是没指望了。看完视频，我回来的信息资料可以送过去了。再见到王芷是在公司附近的餐厅，我正在吃饭。他坐了过来：“程泽，你最近还好吗？”“老样子，努力还债中。”我吃着面继续之前的人设，然后指指他头上的纱布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不问还好，一问他眼里顿时蓄了泪。我和韩凯吵架，他推了我一下，不小心磕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妈妈带着拆迁款跑了，1分钱也没有给我们留下，现在人也不知道去哪了。韩凯埋怨是我气跑的，我心里给老太太点了个赞，做得够绝，行动够快。韩凯并不是韩母的亲生儿子，生产那天被人调了包。韩凯早已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只有老太太被蒙在鼓里。前世，韩凯拿到拆迁款后，就将韩母一脚踢开，任他自生自灭。今生我让人给韩母送去了资料，有他和韩凯的鉴定报告，也有他那个被扔去福利院的亲生儿子的地址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有点和他过不下去了。没本事，脾气还大，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。推你肯定是他不对，但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别多想了。一起生活总要磨合的，可是我看不到一点希望。有时我真想干脆离婚算了，反正现在一无所有，都不用分割财产。可我爸妈不让，所以你想净身出户？没钱分可不就跟净身出户一样吗？或许这正是他想要的呢。什么？他眼神中全是问号。据我所知，你们婚后发现了小许赌博，韩凯还帮忙还过赌债。王芷低下头：“是，小许他被人忽悠上了赌桌，不小心欠了几十万。他现在还在赌吗？”“赌？”韩凯拿不出钱来，我在几个平台上借的贷款帮忙还的。他没有说金额，但看样子数目也不小。有没有可能韩凯怕王许戒不了赌，不想继续帮忙还赌债，所以和他的母亲做了局？你现在离婚，岂不是正中了他们的圈套？王芷呆呆地看着我。
半晌，他的眼神逐渐清明起来，带了股狠意。我明白了，他想这么轻易的甩掉我，没门。这就对了，你们给我锁死，别分开。自从餐厅那次之后，王只会时不时的打个电话，发个信息，诉说着他的不如意。一天晚上，他打来电话，在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程泽，小许出事了，他骑摩托车摔下山了，现在还没找到人。我精神一振，看看日历，果然是王许飙车摔下盘山路的日子。你们现在在哪儿？我过去。我去当然不是为了帮忙找人，而是为了拖延时间。这次王许即使不死，我也要让他留下后遗症。我到的时候，人群还在乱糟糟地争论着如何分组找人。很好，这正是我要的效果。想到王许此刻的痛苦、无助、绝望，我的心底就一片畅快。前世我第一时间找来专业的救援队，安排的有条不紊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结果连句感谢的话都没得到。那边王芷正在和韩凯吵架，我们必须找专业的救援队来，这些人不行。王芷红肿着眼睛喊：怎么不行？分好组，地毯式搜查一定没问题。专业救援队就一定靠谱吗？再说钱从哪来？韩凯不甘示弱地吼回去。他在园区门口告白成功，兴奋地抱着王芷转圈的样子还历历在目。前世因为有我的家产做润滑剂，在我看到的那2年里，他们的关系一直和和美美。如今没了钱，不过几个月的时间，两人已经成为怨偶。王芷不说话了，我叫了他一声，他仿佛见到救星。程泽，你来了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找专业的救援队好些？你以前接触过这方面吗？据我所知，救援队也鱼龙混杂的。我问。王芷咬着嘴唇不说话。万一费时费力找来不靠谱的团队，也许事倍功半。起码现在在场的人是真的想找到小许，而且人数也不少。我睁眼说瞎话。其实看得出，这里不少人是来凑热闹的。韩凯也并不想找到活的王许，现在的他一举抢过了找人行动的负责人位置。好不容易分好组，又出现设备不足的情况，王芷急得跳脚。韩凯不耐烦，这就让人去买，吵什么吵？你早知道怎么没提醒我？王芷的爸妈六神无主，此时已经对韩凯唯命是从。我自告奋勇开车去买，然后车坏在了半路。韩凯那边不得不另派了人来，在有意无意的拖延下，找到王许时已经是第2天傍晚。他血肉模糊，气若游丝的被抬上救护车，比前世我找到他时的状况差太多。王许命硬，活了下来，但半身瘫痪，脸毁了，一只眼睛瞎了。王芷和王家父母哭得晕过去。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人间悲剧，很多事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没有了我的无脑付出，他们终于过上了他们应该过的日子。可是这还不够。王许醒来后拒绝探视，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。他会用那只受了轻伤的手抓起身边任何一个物件砸向去探望他的人。王芷和他的父母因此伤痕累累。我在他快出院时去探望过一次。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，对不对？他恶狠狠地问。我现在这处境能笑话谁？我递给他一部新款水果手机，这是我能送出的最好的礼物了。他神色缓和了些。他的手机在那次事故中早已摔得粉碎，现在用的是之前淘汰下来的老款。为了给他做手术，王家借遍亲戚朋友，哪还有钱帮他买高档机？我这个礼物显然送得很合他胃口。我帮忙将他的电话卡换到新手机，我让我们公司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小孩帮忙下了几个小游戏，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玩，不喜欢的话就删掉。他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专心摆弄着手机。看到某一处时，他的眼睛放光。我知道他看到了那个软件。现在的他去不了赌场，但我为了打开了一扇窗，往上赌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不是吗？我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晚些时候，王芷打电话向我道谢。你来过之后，小许情绪好了很多。还有，谢谢你送他的手机，破费了。不客气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对了，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要出去避避风头，等我回来给你打电话。那边沉默良久。好，你要保重。程泽，咱们怎么都过成了这个样子？他在电话那头哭出声。我安慰他，总会过去的。不同的是，我的前路是一片光明，而他们的前面是万丈深渊。所谓的避风头是飞往国外谈新的合作，重生归来，这遍地的机会当然要好好把握。不过王芷他们不会知道的，他们看到的只有我那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。殊不知，我是几家发展强劲的新公司的幕后老板，也投资了不少现在处于创业初期，几年后大放异彩的独角兽企业。在他们为家世耗尽心力时，我的事业在迅猛发展。离开后，王芷显然将我的微信当成了树洞，即使我不回复，也不妨碍他的絮絮叨叨。他被各方债主逼得几近崩溃，
便找韩凯要钱。已经走投无路的他更加坚信，所谓的韩母卷走拆迁款是韩凯母子做的一场局。韩凯哪里拿得出钱来？于是两人3天一大吵，2天一小吵。韩凯想离婚，王芷当然不肯。终于有一天，两人打了起来。王芷发了疯，抄起菜刀追着韩凯砍，后者在躲避中不小心摔下楼梯，成了植物人。程泽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要撑不住了。他发来语音，带着浓浓的疲惫和绝望。之后便再无音讯。1个月后，朋友告诉我，王许死了，被王芷杀死，现场异常惨烈。他现在是逃犯，别心软收留他。怎么会呢？把他送进监狱才是我要的。回国后，确认王芷的电话打不通，我高调出席了几个商务活动，其中包括作为投资人参加一部关注度极高的电视剧的开机仪式。一时间，网上关于我这个异军突起的商圈新贵的讨论颇多。5天后，王芷出现了，他狼狈不堪，形容枯槁。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被保镖拦在几米之外的他，颤抖着声音问我。我蹙眉，你在说什么？手上悄悄拨通报警电话。是从你跟我回家见家长那天重生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们的人生轨迹都变了。如果你不走，我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。韩凯不会成为植物人，小许也不会死，我更不会被自己的弟弟送给债主。他咬牙切齿，他真是个畜生，我为他付出一切，他居然这么对我，所以我杀了他，也算为前世的你报仇了。哼，明明是为自己杀人，却算在了我的头上。你杀了王许？我震惊，然后轻声问，那你是不是该让你父母给你出个谅解书，就写我们代表被害人的家属原谅王芷杀害我们的儿子，愿意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如何？我将前世王芷的谅解书稍作修改，一字一句地说给他听。他脸色苍白，瘫倒在地，半晌吐出一句，对不起。我不解，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我再问你，谅解书这样写行不行？行的话，我帮你去争取。他放声大哭。警察来的时候，王芷乖乖束手就擒，没有丝毫挣扎。被带走前，他问我，你能不能帮我照顾我的爸妈？我嗤笑出声，理由呢？难道他们在你所说的那个前世对我很好吗？反正在我所知的这辈子，他们不配。他讪讪地闭了嘴。隔天，我让人打听了王家父母的情况，接连的打击下来，两人都卧病在床，他们的家被亲戚洗劫一空。当初为了给王许还赌债和做手术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借给过王家人钱，大部分人下手晚了，没抢到东西，便对着王家父母破口大骂，甚至连踢带打。这样下去，王家父母应该很快就能到地下和王许团聚了，甚至要走在王芷前面。王芷被判了死刑，他的父母没等到判决书下来就去世了。王芷想见我，我拒绝了。当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原来在前世，我死后的第5年，王许在狱中和人斗殴，伤重不治。已经貌合神离的王芷和韩凯开车带着父母去往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无人生还。公司因为王芷和李总的内斗不断升级，各项业务难以推进，导致负债累累，最终被拍卖用来偿还债务。醒来时，我为自己前世的公司默哀3秒钟。这一次在我的手里，他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我在市中心买了新的别墅，接回了爸妈，一家3口的生活幸福温馨又忙碌。李总的公司濒临破产，被我以极低的价格收购。当初霸气十足的他对我感激涕零，并大骂那些抢他业务的公司。他不知道那些公司的幕后老板都是我。送客吧，我诞生对秘书吩咐。高谈阔论的人像被掐住了脖子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但还是识时务的点头哈腰。那我就不打扰蒋总了。您忙，您忙。我微微点了下头，算是回应。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走到窗前，俯瞰外面的生机勃勃，心中的最后一丝怨念终于消弭。电话响起，儿子，今天晚上早点回家，咱们吃火锅。好嘞。